25岁的你的话，有什么样的梦想？最近我也很忙，我在玩那个风筝。曾经25岁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抱住台积电。Can you draw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happy recently? 这你说上班是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要结婚。Hi guys, welcome to this new video. 这次影片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我们要去探索台北市民的25岁长什么样子。My birthday is kind of coming up, and I am turning 26 very soon. So I was wondering what people are like when they are in their mid-20s. 因为我觉得25岁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年纪，还有时间可以犯错，可以试错，但是同时这个社会上还是会对你有一些期待，认为你要有一点成绩出来。那我们这次影片重金聘请到年轻又有活力，跟我一样是处女座，但是小我1岁的 Woody， 耶！王子，你不用害羞。大家好，我是 Woody， 然后我是8月生的处女座。其实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处女座，但我们是个性非常不一样的处女座。虽然说我不知道处女座有什么特质，完美主义者。好，那肯定不是。这个影片上架的时间，我现在已经25岁，美丽的主持人也已经26岁，所以是个不错的时机来进行这样子的街访主讲。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right into this video。25岁居民生活的一个调查，我们目前这边有准备3个问题跟一个小小的白板，用这个白板来针对我们3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描绘。这样。Can you draw accordingly to what we just said? 所以我都要用画的吗？ You want me to draw myself? I'm the worst artist. 一个曲线可以回答3个问题。对对对，哦，好酷哦 ！OK， 真的。大家分享一下。陈小姐现在完成了她的作品，我们来观赏一下。我在公司做行政人员。我现在目前34岁，现在在银行上班，是当理专第10年了。我是美编，美术编辑，现在30岁，教科书算是艺术系的。从这个白板的感觉就看得出来有行政有点丢自己科系的脸。I come from Singapore. I'm now 77. I'm retired, so I'm very happy. I'm trying to enjoy life. I want to have a good heart where I can touch other people. That's why I draw the heart. 我现在20岁，是墨镜，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第一印象给人感觉比较酷的感觉，自己脸比较臭一点，对不对？他是读什么科系啊？我是气管系。国中退休的老师，开始不是想进入教育界，我想在产业界。年轻的时候跑过很多的工厂，所以其实人生变化很多事都不是永恒不变。25岁其实梦想没有太难，年薪有个150、200就好了。对，这个图是想表达。其实刚做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所以为什么一直在震荡？前期的打底很辛苦，中间到这边下坡，我画不够深啊，这边要下比较深一点。3年前的时候，2022年那个时候，台积电从600多跌到300多，客户亏很多钱，然后每天都来抱怨，拍桌说叫你负责赔钱，那个其实压力很大。惨淡到说我是不是要换工作？那一年其实很多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都离职，后来有撑下来，后面箭头一路往上，就是真的就是很迅速的在这3年就是爆发性的成长这样。是因为台积电现在涨到1000多块的关系吗？没有，还回答，还回答，对，一些客户心脏比较强大，有抱得住的都赚钱，结果反而自己没有抱很多。那当时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很挫折的、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时候因为卖了很多基金，在2021年底。然后没想到乌俄战争开始之后就一路下跌，感觉没有帮客户做好避险的动作，那一段时间是蛮挫折，而且很多都是我们父母年纪的，所以他们很多会觉得说是退休金，甚至客户还说要告你什么的。哇靠！对，所以告得成哦？其实告不成啊，但是就是那时候只好拉着公司的一些团队人员啊，主管要拉好几个下来一起给客户骂这样。OK。25岁是我20年前，我已经工作几年了，然后有另一半。那个时候就是会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我27岁结婚，28岁生小孩，就是小时候家里3个小孩，我还想说要生3个小孩。哦，后来没有，两个，没有那么多个。你们现在可能不会想要那么早。我其实想要蛮早的，我就不会想要那么早。对年轻人现在结婚的状况有没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不一定要结婚。可以有小孩，有小孩是很值得的。但是婚姻的话，我觉得看人因为相爱容易相处难，真的难。我很赞成同居跟试婚，你就可以了解对方啊，彼此的生活方式，确定相处起来是舒服的。反正就是有很多什么价值观啊、共识啊，
那你们有小孩之后，才有机会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生育率是蛮低，我之前跟我朋友去吃饭，他们也是几乎整桌都不想要生小孩。我们也都是生了小孩之后才学习当父母。25 years ago, I have a tough life. My father died at 33 when I was 6 years old. And only my mother who brought 4 of us up. Now I understand my mother was a widow at 28 years old. I think I made it. I got a nice family. I got 2 children. They are successful. 25岁的你的话，有什么样的梦想25岁因为已经感觉会出社会，希望自己有钱，然后又有爱情。哦，有感情的。你之前有交过男朋友吗？没有交过，那要顺便帮你征友吗？他可能有自己一台车，这样可以开车去上班。你有想要买什么牌子的车？我想买那个 Volvo。哦哇，女生开 Volvo 确实很 man 的，跟你的那个冷酷的形象蛮搭的。曾经有什么样子的梦想？就是赚大钱，到现在还是赚大钱。出国追星也是还是很想一直出国玩。最近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3月韩国，那我们计划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出国？9月韩国。那大哥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我是想创业啊，可是为什么我会进教育局？我爸爸跟我讲说，你这个个性，你就是去找一个公家单位，他去帮我找一个代课的机会。可是偏偏就是后来就是走向这条，是喜欢这条路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数学算起来很强，因为我后来进数学系，但是我兴趣其实不在这里。所以大哥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是老天爷赏饭吃。近期最开心的事就是带他们去海边玩，然后来找我的姐妹。最近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你画了什么？抢到演唱会门票。我没什么准备，我就是一直许愿啊，有点嚣张。对，想去的都有买到票，大家都有自己抢票的一些方法吧。因为有些人会去拜月老，月老的业务范畴。对，现在月老的业务现在越来越多。近期让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然最近股票它都一直涨嘛，它一直涨的话，客户开心，那我们也开心，然后又成功开发一些很难触动的客户，这样。这个客户可能是上网估得到的一些那种身家100亿的人，社会上的名人，很有趣的名人，然后是连上面的长官都说，哦，你怎么这么厉害？说不然帮我们汇进一些存款，也没有想到一次汇几亿。最近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之后要去我阿姨那边帮忙，然后就是我上班的样子，有点画不太出来，所以我加一个 good 在旁边。所以你说上班是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未来有明确的目标，然后到我阿姨也是那方面的，所以我觉得有点踏上轨道的感觉。Office lady 那种感觉，想要，蛮强的嘛，女生。最近我也很忙，我在玩那个风筝。风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简单的，它范围也很大，有什么立体的，不是立体的这个。很好的，有很多学问，对吧？我小时候放风筝就是随便乱跑。你要放风筝，要环境要好，要帮它的气流。现在房子很多，以前我在学校就当老师，刚考进去那个学校，操场就可以放啊。现在你要随便找地方放不起来。曾经25岁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多存一点钱。抱住台积电。当时不要卖，然后报警抱住，然后不要听旁边人在说什么，什么赚了50%、100%就卖掉，不要一直抱着。我觉得我自己会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工作，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像你刚刚提的那样子，晚一点走入婚姻，希望自己再更成熟一些。挑选伴侣的部分也是，我会谨记在心。只是我觉得说，万一你挑错了，或者是说你已经有子女了，我觉得都不用害怕说要砍掉重练，因为有太多人就是在婚姻里面舍不得，然后不敢，然后怕异样的眼光，所以就一直熬下去。如果现在要你对25岁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我想要说，你想要的一切你都可以做到。哇！那你有认识现在就大概是25岁的年龄，然后可能刚出社会工作个1-2年的朋友？我没有认识这种，对，因为我可能年龄层吧。觉得可能有时候出社会的一些环境的适应，会让你对于当初的梦想啊，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改变。他在把他自己的心声讲出来。我觉得这种话，我其实蛮能排解自己这种负面能量，所以可能就是自我激励一下，感觉就可以再重新努力嘛。对，我蛮正常。可以问你方便问是什么星座的吗？哦，我是处女座。我是处女座，你是处女座，我忘记你是处女座，对。So one last question,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25 years old self? Life may be difficult, but if you really dare to dream and you dare to put your heart in it, you can achieve it. 反正我是觉得我一生就是一句话很实在，就是
尽人力听天命，就是尽力而已。后来会怎么样，不知道。Yes， 这样，就是杀青，perfect。好，我们就花了几周的时间筹备跟拍摄这个影片，稍微 wrap up 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计划，就请Woody 来分享一下，在这次街访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等一下，我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我必须要复习啊，我想一下，这些会剪进去吗 Do you need to watch the videos again？ 印象深刻的地方，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你不要再把球丢到我身上。好，没关系，我先讲。好。放风筝的北北还有说一个尽人事听天命。新加坡的北北他说 Life can be difficult, but if you dare to dream, you can achieve it。这两个北北他们讲的话有点像是我现在25岁要转26岁的人生座右铭。25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 struggle， 因为社会也会觉得你应该要有做出一点什么来，然后你也不能再用刚毕业当做借口，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对于未来的下一步感到有点怕怕的，不敢行动，然后觉得如果做太大的梦，画太大的饼，又没有时间再去实现。他们讲的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可以更怎么讲，更勇敢，更愿意豁出去，义无反顾。没错 ，OK， 义无反顾。国文 master。我觉得我的话有家庭的那位姐姐，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想要早点结婚生子的人，想说天伦之乐，应该是这样有。天伦之乐是爷爷对孙子还是？好像是。我现在25岁嘛，那我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对象。那个姐姐那时候就已经结婚，甚至已经有小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感觉上的不同。但她也觉得说，孩子出生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得蛮不一样。如果说今天双方觉得没有必要生小孩的话，也没关系。但是她觉得小孩其实是一件可以让两个人感情是升华的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蛮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算是比较不婚不生的这种类型居多了。听到姐姐这样讲，也算是加深我更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想法。就是你想生小孩？对，反正是我的。他还找不到人生小孩。我们采访到超过25岁的他现在的状况跟他25岁想象状况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其实最后还有问他们说近期让你开心的一件事嘛，其实他们也不用想很久就回答出来。就那时候访问到有家庭的人，提到人生开心的一件事情，通常都是跟他们家庭有关，对，其实蛮窝心的啊。你的梦想跟你现在实际的情况不一样的话，你只要努力过之后，就到时候还是会有让你人生感到开心、感到圆满的事情。我最后想补充的就是，我觉得这次街访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最直观就是要一直去跟陌生人讲话，一开始都很有防备心。所以我觉得跟陌生人讲话还好，主要是旁边一直有人在看你，人家在看动物园，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实不是。做完很累一件事，但是也蛮有收获的。对，没错。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因为呢，我就突然想到 James 哥那时候，他不是说他跟客户的互动方式，你觉得这件事情长远来看对你是有价值，我觉得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做，结合他的一些收获，义无反顾。非常谢谢大家这次观看。还有，如果还有想看什么街访主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也欢迎告诉我们，你梦想25岁，或是你25岁的梦想是什么？谢谢你，谢谢你，非常辛苦了。没有，不敢当。那就谢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拜拜。哦耶！